好了那当我们做完这个东西以后做完配置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就是speed duplex 和这个地方negotiation它把协商已经关闭了。好，那下面呢，我们来看这个小型的交换网络这个时候呢，我们真正涉及到了这个设备交换机。那么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刚才我已经说过这个现在我们基本上已经买不到 Hub 这个产品了。那么我们现在能买到的东西，大部分都是交换机，包括你在家里买到的无线路由器。那么那个无线路由器呢，它其实你可以看到有4个我们在家里买到的无线路由器，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它的面板都是这样子的。这里面呢有几个端口，然后呢这儿有一个端口，然后呢可能这儿还有一个天线有好多天线。那么这几个口呢叫做 LAN， 这个口呢叫做 WAN可能颜色还不一样。那么这几个 LAN 口其实它就是一个小型的交换机，那么它呢就可以负责为你连接一个小型的交换网络，在一个相对来说不太远的距离不太远范围不太广的一个区域之内，那么我们想把我们的 PC 通过一些技术把它连起来，通常我们用到的是交换机这款设备通常我们用到的是交换机这款设备比如说在你的宿舍当然你说如果我只有2台设备，就是我和你传点东西，那么我们的网线基本上可以搞定这件事情。那么背对背的连接那个叫做，如果说是在宿舍或者在一个小型的办公区域办公室里边，我们有4、5个人，这个时候网线就无能为力，网线的连接只能是点对点的或者说是这个一台到另一台的。那么大家想连到一起打个游戏什么的，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必须有一个中心的设备，这台设备就是我们的交换机现在呢你在市场上买到一个很普通的没有任何特殊功能插上就能用的那种小交换机还是蛮便宜的那么对于交换机来说它是网络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设备，而随着这个设备能力的不断增长后面我们会发现交换机其实越来越有用。但是在目前这个状态下，当前这个内容和状态下我们的课程的当前状态下，交换机这个东西我们现在认为它工作在数据链路层，也就是第2层。它负责什么呢？它负责转发数据帧。注意这个地方它要转发数据帧了，那么也就是说它要把所有你发出来的你 PC 发出来的电信号再重组成，或者说叫解调，对吧？我们叫调制和解调嘛，我们把它解调，然后还原成一个数据报文，第2层的报文，然后再根据这个第2层的报文信息进行数据报文的转发。所以说交换机它工作在数据链路层，处理数据帧那么想想看也知道，因为网线只能最多100米，而且是一个线路距离，不是直线距离因为比如说我在这儿，我的交换机呢可能在房间的某个角落里边，对吧？可能在那个地方那个角落里边。那么我从这儿我不能说是直接一条线就直接拉过去了，对吧？这样的话人来人往的就不方便了。那怎么办？对吧？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在墙上在墙上弄一个小盒子，或者说是在地上弄一个我们叫做地插一样的东西。然后呢，这个线路呢比如说走墙边走墙角然后在装修的时候有可能把地板刨开然后避免一些什么水管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会发现那个线曲了拐弯的去走过去的。那么把这条线拽直了才是你的线路距离。所以说通常情况下，由于网线只能跑100兆跑100米，网线通常情况下网线只能跑100米，而你的线路呢又要有一个这个线缆的走向要有拐弯等等一系列的东西。所以说必然你的这个整个范围就是以这台交换机为核心，你去画一个半径，我个人估计80米之内绝对能把所有的 PC 都包含进去。反正这个线缆最长就是100米嘛。所以说呢，这个就叫做小型区域内的交换网络。那么在这里边，如果说真的有一个 PC 发了一个数据帧出来，
被交换机收到了，交换机该如何去把这个数据帧转发出去呢？这是交换机需要考虑的问题，因为你作为一个转发设备，你必须要考虑这个东西。我收到了一个数据，我怎么把这个东西发出去？几种情况，交换机的转发行为被定义为3个行为。第一个行为叫做泛红，英文名字叫做 flood 或者叫做 flooding。泛红是什么意思呢？泛红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广播。泛红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广播。交换机从某一个端口，看这儿收到了一个数据，这个箭头是上的，就说明这个数据进到了这个交换机上。然后怎么办呢？交换机把这个数据帧很有可能分发到除了接收端口以外的所有其他端口上去。注意啊，交换机会将这个数据分发到除了接收端口，你要从这儿发回去那就没有必要了，所以说它不会把它发回去。除了接收端口以外，所有端口，每个端口将这个数据复制一份，然后把它发出去。这个执行的转发行为我们称之为泛红，或者叫做广播。第二种方式，交换机知道我这个东西到底该怎么走，那么你进来一个数据，交换机知道了这个数据其实是去往这个端口的，那么它直接给你发过来，其他所有的任何其他相关端口都没有数据报文，这个东西叫做转发 forwarding。有的时候我们称之为单播，1对1嘛，一个对另外一个端口，这个我们有的时候称之为单播。还有第3个，交换机收到了一个报文以后，发现根本不需要转发。注意啊，是交换机从某一个端口收到了这个报文，然后他发现我根本不需要把这个东西转出去。而不是不知道他是知道这个东西我没必要这么做，那么他就什么事情都不做，直接在这个端口上将这个收到的数据删除掉，或者我们称之为丢弃掉。这个叫做丢弃。交换机一共有3种转发行为，那么每种转发行为在什么情况下有用，什么情况下会不能用这个后面我们会说得到。好，我们来看交换机的工作方式交换机的工作方式。那么交换机的首先第一个，它开始有一个初始状态它有一个初始状态，就是一个设备在一开机的时候我们都称之为初始状态。这个设备启动了，而且呢系统也运行了，那么这个交换机里边其实就已经 OK 了，这个交换机可以工作了，那么3台 PC 呢原则上就可以通信了。那么这3台 PC 怎么通信？好，我们先来看，首先 A 主机发出了一个报文，这个报文的源你看 source MAC 源是谁呢？是010010203004AA 这是一个 MAC 地址，对吧？那么源呢我们就叫它 AA。 目标 destination MAC 是谁呢？是全 F。如果 MAC 地址所有的48个 bit 都写1的话，我们称之为广播地址。那么这个数据报文发出去以后，就到达了交换机 A。对于交换机 A 来说，注意看，对于交换机 A 来说，它呢自己不光启动了，而且自己要构建一个表。这个表只在内存中，不去存储在自己的存储器里。记住不去存储在自己的这个非意识性存储器，比如说 Flash 它不会存，它只会存在内存里面。如果一旦断电，这个表就消失掉了这是一个临时的东西。好，那么对于这个表来说，交换机收到了一个数据帧，注意看，收到了一个 PC 发出来的数据帧，它首先要进行的第一个工作，地址学习，这是交换机必须要完成的工作。交换机的地址学习怎么个学习法呢？它收到数据报文以后，看到第2层的这个原地址是多少，这个交换机是能看到的。注意，只看不改
再强调一遍，只看不改。看到这个数据报文的原地址是 AA， 而从哪个接口收到的，这个交换机自己就能知道了。我是从0-1收到的，还是从0-2收到，这个交换机就自己知道了。然后交换机写下麦克地址表里面的第一个条目是什么呢？把0001020304AA 这个麦克地址与接收到的关口 G0-0-1相关联。在这儿把这个表填上。注意 ，MAC 地址填的是接收到报文的原地址。再强调一遍，原地址。其实这个表写完了以后，做出了一个什么意思呢？或者说交换机自己到底告诉了自己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说，配有这个 MAC 地址的终端设备，或者说是拥有这个 MAC 地址的终端设备，接在了0-0-1这个接口的下边。你看它是不是这样 ？A 主机是不是有一个 MAC 地址？这个地址刚好是接在了它的下边。其实交换机是自己就学习到了一个东西，有一个地址接在了我这个端口下边。这是第一步。交换机一个接口上收到数据帧，必须执行地址学习，任何时候都得这样做。任何时候都得这样做。当然，后面我们会说到一些特殊情况。好，那么学习完地址以后呢，这个交换机要负责转发的毕竟你不是说你是来做学习的你是来工作的，对吧？你来工作你要转发的。那么交换机如果说看到目标麦克地址在这个数据帧里边有除了原刚才被学习了，是不是还有一个目标啊？这个目标麦克地址，注意，如果说交换机发现目标麦克地址没有在我的这个地址表里面出现，或者说目标地址是全 F， 这两种情况任意一种情况都可以要么你的目标地址没有在我的表里面出现，要么你的目标地址是全 F。那么这两种情况下，交换机会将这个数据帧复制成多份，每个相关的接口都去发一份。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广播。从这个接口收到了数据，看从这个接口收到了数据，交换机呢先在这个接口上进行了地址学习，学习完了以后发现你的目标地址没有在我的那个表里面，或者说你的目标是12个 F， 就是全 F， 那么怎么办？把这个东西复制 N 份，每个接口来一份，这个叫做泛红或者叫做广播。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B 和 C 都能够收到 A 发出来的这个数据报文都能够收到 A 发出来的这个数据报文。那么当 B 和 C 都收到了这个数据报文以后，由于这是一个 ARP， 他请求别人的一个地址，他请求的是谁呢？其实 A 在请求 C， 所以说 B 收到这个报文以后一看，你请求的是 C， 跟我没关系，我就不处理了。那么对于 C 来说，他是要处理的，你请求我的地址是吧？那我就回给你。那么 C 在回应报文的时候，注意看 C 回应给 A 的时候，刚才你的这个报文过来的时候，是不是告诉我原是04AA， 就是 AA 的这个地址那么我 C 在回应给你的时候，是不是我的原就是你的目的，你的原就是我要回应的那个目的？就比如说像双方，我们还是说在这个封装的时候，就是双方寄信嘛，或者寄快递或者说要寄信，对吧？你给我写一封信，那么你的寄件地址和收件地址，那么你比如说你给我写一封信，那么收件地址写谁呢？写我的地址，对吧？寄件地址、寄信地址写你的地址。那么我在给你回信的时候，我写的收信人是不是刚好是那个寄信人我的寄信人是不是刚好是你给我发信的那个收信人？就是我们之间的交互，把原和目的刚好是要交换的那么对于 C 在回应的时候也是一样。那么 C 的目标麦克我回给谁呢？就回给这个 04AA 就是0001020304AA 这个麦克地址。那么原写谁呢？这废话，当然写你 C 的麦克地址了。你自己发出去的嘛，一定要写你自己的喽所以说你要写0001020304CC 你的地址是 CC， 那你就写 CC。然后这个是 ARP 应答，把这个报文
发还给 switch A， 发还给这个交换机。那么在这个交换机上面，注意又从0-3口接收到了报文。刚才的这部分转发，注意啊，在这个转发过程中，这个0-3和0-2只负责发送，没有任何接收，所以不进行任何地址学习。那么 C 在回应的时候，在0-3上收到了这个报文，注意这个时候报文是有方向的。收到一个报文，交换机一定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地址学习。他发现我的表里边我要把这个 04cc 这个地址学习到我的 MAC 地址表里面，跟0-0-3对应上，因为学习一定学习的是原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原 MAC 地址跟收到的接口对应上。好，地址学习完了，再往后看，交换机去看目标 MAC 地址，你要去哪儿？这个时候目标 MAC 地址已经存在于这张 MAC 地址表里面了，而且 MAC 地址表里面明确的告诉你什么呢？我们刚才说这个 MAC 地址表相当于交换机告诉自己 04AA 这个 MAC 地址的主机连接在0-0-1的后边，所以说它一看目标 MAC 地址在我的表里有，而且我的表里面只是从0-0-1给我转发出去，那么这个时候交换机就不会再把这个数据报文进行广播转发，而是什么呢？而是一个单波转发，也就是说直接从0-1出去，让主机 A 可以收到这个 MAC 地址可以收到这个数据帧。那么这个就是单波转发，就是我们刚才看到交换机的第二种情况，单波，一个接口进来发给另外一个接口，这个前提条件是这个表里面得有目标地址，告诉你目标地址从哪个接口出去这个是交换机的回复。如果说这个表里依然没有这个地址，那么这个交换机还得做广播还得做广播，必须这个表里面有目标才可以指导你的工作。好，那么下边我们就是交换机的二层交换机的一个工作原理了工作原理了。那么这个如果说你收到了一个数据帧，那么来看它首先其实是在这儿在帧输入以后要先进行地址学习，把这个原地址把原地址和你的这个接收到的端口做一个对应，对应好以后，然后去查找目标 MAC 地址。如果目标 MAC 地址是一个广播，也就是全 F 的广播，那就直接泛红，但是泛红的时候注意看这儿，原端口除外，就是接收到那个端口肯定不会发回去了。那么如果说这是一个目标 MAC 是一个单波 MAC， 那么我们就去查找我们之前学习的那个 MAC 地址表，如果能查到表，那么就直接转发该帧，那么这个帧就是也是原端口除外，你就转发它。如果我在这里边找不到，那么依然来进行广播所以说在交换机的设计理念是这样的，交换机的设计理念是，如果你发给我一个数据帧，我尽量帮你把它转发出去。所以说你看它查找是吧，你要是广播地址，那么 OK 你就直接广播出去。如果是单播地址，查表，表里有按表里说的来，表里没有的按广播的来，我尽量帮你发出去。那说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交换机的第三种转发方式丢弃是什么时候来用呢？交换机的第三种方式丢弃是什么时候来用呢？你不是说尽量让我转发吗？好了，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种情况这个情况是这样的，比如说呢，这儿有一个 PC， 这儿也有一个 PC， 这有两个 PC， 他们两个呢接了一个 hub， 这个可能线不够长了，或者说这个有一些特殊的情况，这个 hub 上面接了一个交换机，这个是个交换机，这是交换，然后他们两个在转发数据，传递数据。那么在他们两个传递数据的时候，我们说 hub 的行为是从一个端口收到的数据或者说信号会转发给所有的端口其他所有端口。那么也就是说交换机在这个端口上会学习到两个地址，
分别是 A 和 B 啊，假设这个是 A， 这个是 B， 两个 MAC 地址。那么两个 MAC 地址对应同一个端口号，假设这个端口是0-0-1，那么它会对应同样的0-0-1这个端口。那么如果说啊，记住啊，如果说交换机收到了一个数据报文啊，你看这个发上来以后，它一定会给 B 一份，也会给这个交换机一份，因为中间是个 hub， 它会把所有的电信号都复制一遍。交换机收到了这个数据，发现目标地址是 B， 然后查表可得 B 应该从0-0-1转发出去，而这个数据真的入口是不是也是0-0-1啊？在这种情况下，交换机认为你们自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不需要从这儿进来再从这儿出去，这个是不需要的，你们自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交换机就把这个数据针给它丢弃掉。啊，只有这一种情况，就是交换机发现进来和出去是同一个接口，那么我把这个数据针丢弃掉，否则的话，交换机会尽量的帮你将这个数据报文转发出去。好了，这个是我们所说到的交换机的一个工作原理。那么其实呢，在我们的工作中呢，二层的交换机啊，或者说以太网交换机还是有一些缺点的。什么缺点呢？虽然说它的速度提升了。啊，解决了以太网的这个冲突的问题。注意，交换机的每一个端口是一个冲突域，而对于 hub 来说，是整个 hub 是一个冲突域。但是它有以下缺点：第一个，广播泛滥。交换机虽然说可以控制冲突域，但是它没有办法控制广播。它收到的广播数据针是要全网泛红的，啊，是要全网泛红的。那么第二个，安全。啊，就是这个谁能访问谁，谁不能访问谁，其实在某些情况下是得不到有效的保证的。啊，其中广播泛滥是二层交换机最主要的一个缺点，因为它控制不了广播。一旦有了广播，甚至于有一个我没有的这个接口，没有的 MAC 地址，我都要进行广播。所以说，对于交换机来说，这两个缺点是要我们在后期想办法去改进的。